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大家看见了，我的背景不是德国，我现在正在加勒比的多米尼加共和国，它的首都是圣多明戈。我过来呢是为了逃避德国呢阴冷的冬天，因为在德国啊，冬天的时候很少有阳光，天阴的比较多，而且比较冷。在德国一般啊，冬天有的时候白天一天都要开灯，在德国还产生了暖气费。我过这边来呢，不是来度假。刚才说了，为了逃避德国冬天，其实费用与德国差不多吧，吃饭反正差不多了，唯一多出的就是住宿费。我在这里住宿，这个酒店呢，每天花16欧元，我觉得16欧元这个是性价比很高的那种酒店，当然不是什么豪华酒店了啊，我不是什么做豪华游，一般就是像当地人一样生活。那酒店里面呢有那种空调，就是分体式的，所以很安静，要比很多美洲国家那种窗式空调要好得多。然后有自己的卫生间，那就可以了。所以我的要求不高，也就是我每个月多出的就是400-500欧元的住宿费。然后呢，来到不同的国家去体验他们的生活，我就觉得这点也不错的啊。就是说人生啊。不要等到有很多人说啊，我退休之后我才去这里那里。我觉得只要有时间、有这机会，就把它抓住，这是我的观点啊。加上这几年我见到的很多，特别是我父亲过世之后，我母亲又瘫痪了，所以呢，我对人生又有另外的那种感悟吧。还加上呢，过去也10来年左右吧。我自己知道的发小呀，还有我的亲戚啊，有好几个50岁不到，他们就得了那个癌症，就去世了。所以我想啊，人生苦短，只要有机会，还是应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去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就是能实现的东西啊。像这种，相当于我觉得是容易实现的，那我就去做，不要给自己留遗憾。但是呢，我今天的话题不是讲什么哲理啊。我只是想到还是德国的问题，因为我自己啊本身是德国国籍，所以德国的可以说一举一动都与我本身呢有很直接的关系。我今天的话题就是说，德国的神话已经终结了，这是我要讲的。我会围绕这个主题从几个点来讲它，从政治啊、经济啊、军事、教育以及民众的生活。这几个方面，如果大家等听到之后呢，有什么补充的，欢迎在那个留言区、在评论区一起参加讨论留言，这样可以增加我们节目的丰富性啊。从政治方面吧，我觉得我讲这个话题主要是基于，特别是从2022年开始一直到现在，德国所发生的事情。当然也包括呢全世界发生事情，因为从政治方面呢是不可能把德国从全世界分割开来看的啊。我在这里补充一下，我为什么今天拿着我的那个话筒啊？因为我觉得哈，如果是我把它挂在这里，它那声音可能要小很多，离嘴巴近一些呢，它呢那个拾音效果更好。这是我那个试验出来的那个结果，也难怪，因为有一定的距离啊，对不对？我感觉效果还是挺明显的，所以呢放在嘴边更好，这样可以呢把周围这噪音把它再降低。其实我那个右边这海浪啊，我坐的右边海浪，它声音挺大的啊。我们说到国家治理，我们又回到了德国这政治啊。我前面说了，专门提到2022年，因为呢这是一个有转折点的年份。那么具体来说，就是2022年2月24日。俄罗斯呢对乌克兰发动了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之后，以美国为首的全部可以说西方国家吧。对不起啊，刚才我的手机闹钟响了，所以我关掉了啊。刚才提到2022年2月24日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的开始。从那天开始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，当然包括德国，就对俄罗斯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对俄罗斯的那个制裁。这个制裁不仅是包括能源呀，还有包括金融，反正所有方面吧，甚至呢已经没有了底线。比如说
西方这些国家，他们没收俄罗斯寡头的财产，因为他们说这些寡头呢与普京有很密切的关系，如果没有普京这层关系，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财富。当然是他们一面之词了，反正看他们了，一切都由他们定义。所以这几年我是看清了啊，没收俄罗斯寡头在海外的资产，比如说有邮轮的，有汽车，还有那个房子等等等等。我知道在德国是这样的情况，现在又发展到把西方国家扣押的俄罗斯的资产大概有2000亿欧元左右吧，这资产有收益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把这收益呢交给乌克兰，由乌克兰拿这钱呢买西方国家的武器。等等等等，反正就政治方面，西方国家特别的紧跟着美国，一步一步对俄罗斯实行制裁。大家也知道，就是对俄罗斯的能源实行制裁，对不对？所以导致了德国的能源价格一夜之间飙升，比如说30%左右，然后呢，一天比一天贵。现在呢，经过2年多，那个能源价格又稍微便宜点了，但是呢，还是要比2022年要贵得多。最重要的是，由于这政治的操作啊，就完全得罪了俄罗斯。现在等于是全部西方国家吧，几乎可以说几乎呢与俄罗斯的能源拜拜了。那德国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国家，又是一个实体工业呢相对来说在西方国家比较强大的国家，它就特别需要那个便宜的能源，特别是有一些呢能源密集型的产业，比如说玻璃啊、制药啊，还有化工等等吧方面，所以德国这几个工业他们受到的影响特别特别的大。所以过去这1-2年呢，德国的很多工业都出走了。那最大的赢家，第一当然是美国了，第二呢，应该中国也分了一杯羹吧。为什么说是美国呢？因为美国颁布了一个降低通胀法案，就是呢要求你要到美国那边投资设厂，要达到比如说美国化多少多少比例，然后呢，美国它还有国家的补贴。说到国家补贴，我也得说句啊，西方国家老是说中国的国家给予补贴怎么样，但是最多补贴的还是西方这些贼喊捉贼的国家，对吧？他们自己做，然后呢不准其他国家这么做，也就是只许州官放火，不准百姓点灯这样的操作，这是西方一直做的啊。好，回到这个德国工业，因为美国提供了优厚的条件、税收的优惠以及呢补贴，加上德国能源价格飙升，所以呢，德国很多企业能出走就出走了，不能出走半死不活的，破产的破产。特别是去年开始啊，就是德国的那个倒闭潮，如我以前在2022年说的一样，倒闭潮真的在德国出现了。不仅在德国啊，我在网上看了一篇那个文章，荷兰现在一样出现了倒闭潮。那我相信除了荷兰之外，那其他的这边西欧这边国家应该都大同小异吧。因为毕竟呢，这个能源不仅是关系到德国，其他欧洲国家也或多或少的参与了那个对俄罗斯的制裁，所以那些国家肯定也受影响的。真的是啊，杀敌1000自损800，或者是杀敌800自损1000。为什么说杀敌800自损1000呢？因为大家可以看到，过去啊1-2年，由于政治的操作，导致了经济方面受影响，对吧？所以我说的这几个方面其实是环环相扣的，不能把它们独立分开来看。比如说吧，德国的政治操作导致了德国的经济疲软，对不对？比如说2023年，德国的经济萎缩了0.3%，而中国的经济呢，成长了5.2%。不管德国怎么样说中国的这个官方数字不值得相信，但是我觉得事实摆在前面，对吧？这个我觉得也无所谓，他们不相信就让他们自己自我高潮吧，对吧？他们自己经济萎缩0.3%，然后还说中国遭遇了经济危机，怎么样？这我一直觉得，为什么德国人那么不要脸？自己已经够烂的了，还说人家成长5.2%的比他还烂一样。德国的那个倒闭潮纷纷出现了啊！现在出走的出走，然后倒闭的倒闭。这一段时间以来，德国的媒体也报道了，就是德国的
它主要是抱着德国大的那个企业啊，纷纷裁员，有的本来业绩相对来说还算不错的，但是也裁员，为什么？未雨绸缪啊，对吧？加上那些裁员的公司本身有很多确实这个经营遇到了很大的困难，也不得不裁员。只是报道大众企业、大型企业啊，那小型企业那些都不报道。比如说我这个企业裁员5个，那个企业可能裁员10个，这些呢对这个媒体来说都无足轻重，不给报道。所以呢，现在德国的经济可以说是一片的灰暗，未来呢不会见得更好，只会变得更差。为什么？因为能源的价格还是没有降低下来，特别是工业方面的那个能源的价格，这对德国的工业来说是一种自杀性的行为啊！这就是政治的操作啊。比如说在中国吧，那个充电，比如电动汽车的充电，对吧？可能1度电就是几毛钱到1块钱左右充电的啊。然后呢，德国呢是80欧分到1个欧元左右，也就是大概能源相差8倍左右吧。你想想看，如果工业方面的能源用电也相差8倍，不是光是用电，就是能源价格也相差8倍的话，那你德国的企业怎么能够跟中国的工业竞争呢？对不对？这是显而易见的啊。还有今天早上我看见一篇文章，现在呢，中国从前2年的大肆搞那个建筑，提高中国的 GDP， 到现在呢，以中国的廉价商品充斥着全世界，说中国是超过了它的产量，然后呢，把中国的产品倾销到全世界去。他用"当品"那个词，就是呢低价恶意的销售。我就想了啊，本来就是一个所谓的自由经济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中国能够对全世界提供性价比很高的那种商品，那你西方你也可以啊，你也可以降低你的生产成本啊，对吧？这是个自由竞争的时代嘛。然后又说中国是因为没有劳动保护措施，有什么强迫劳动，所以呢这些是不用付费的。然后呢就把中国的那个生产成本降低了。其实稍微有一点头脑的人就知道，即使啊，当然这是没有的。我说即使有所谓的新疆那个强迫劳动，那也就是100万200万人左右啊，对不对？100万200万的这些人能够支撑14亿人这个经济体的生产吗？这本身就非常无脑的一种观点，但是呢，德国人还是相信啊。就前面说到，由于就德国参与了积极制裁俄罗斯的能源，所以导致了德国能源价格的飙升。然后呢，这个企业没有竞争力了，生产成本飙升嘛，对吧？另外呢，俄罗斯的市场拱手让给中国了，这点当然中国呢乐意接受了。还有啊，我今天还看见一篇文章，也是德语文章，也是很无脑的，说是中国在延长俄乌战争。他是从哪个观点呢？他说啊，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之后呀，因为西方的工业品不能出口到俄罗斯去了，然后呢，所有这些空白全部中国帮补上了，比如说电脑芯片呀，还有那个什么工业产品呀、机械啊、汽车等等，反正俄罗斯为了它的战争那个工业需要的东西，中国统统能够提供，所以是中国相当于给俄罗斯输血了，让这个俄乌战争继续打下去，否则俄罗斯早就失败了。这个德语媒体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没有中国的那个所谓的帮助，那俄罗斯这个国家早就破产了，还有俄乌危机或者是俄乌战争，俄罗斯早就输了。所以最后呢，还是中国的错。你看，这就是德国人的观点啊。我相信呢，这是很有代表性的，可能也是西方人所想的吧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呢，乌克兰他如果战争失败了，也是中国的错，因为呢，中国帮助了俄罗斯，没有帮助乌克兰。你看他们的观点就是那么霸道。好，刚才说的是政治啊，因为太长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另外讲其他的点。那咱们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这是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多多明哥的一个沙滩。
其实在这个城市里面有这样一个沙滩，非常不错的，是市民休闲的好去处啊。但是我发现这里其实特别脏的，刚才有人来打扫了，看不见那么多垃圾了。还有远处啊，前面就有垃圾，还有远处在水当中飘着，其实很多垃圾的，有些白白的东西，现在可能在这个我们图像里面看不见，但是我用肉眼可以看见，飘着在海上的，就表明了这些人国民的素质其实还是不高啊，这自觉性不怎么样。另外，前面我还看到一个现象，等一下呢，我给大家说说我的想法。大家想想看，如果是把这个地方把它打造成一个超级漂亮的海滩，多好呀！这地方的浪不算特别大，其实也比较适合游泳。然后这里建立一些服务性的餐馆呀、咖啡店等等，多好呀！这里目前呢，只有前面有个餐馆，那个可能有咖啡吧。然后大部分地方呢，特别的差，就是没有人护理一样。现在我走这个地方，大家看到是污水排放的一条管道吧？可能这有点臭的这个地方，然后有的是旧的衣服。你看那里就有垃圾流出来了，对吧？有的是旧的裤子，很可惜呀。你看，看着这水，我都没有任何一点进入大海的欲望了。这不是泉水啊，就是废水。下水道的废水，我们再往前走，看看这些沙子里面白白的东西，都是那个白色垃圾啊，碎片。我想啊，在其他的发达国家，还有在中国，像这种那么好的那个自然环境，绝对会把它打造好。特别在中国，可能呢，种些花花草草啊，放一些凳子啊，或者椅子啊，在这里，沙滩椅、座位等等，提供一些好的服务，多好呀，对吧？你看。这里落叶也比较多，反正呢，随处可见呢都是垃圾，那么好的地方，哎呀，然后呢，这里有个不知道什么小房子，我都不敢进去，全是不可描述的东西，好像有个人在那里面，都是拉屎的里面的啊。这些你看，垃圾是不是？所以从这点可以看啊，就是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啊，确实跟政治人物有非常大的关系。那么好的地方，这沙滩真的不错，城市沙滩，不得不说，真的很好。然后还有一点，我把这个镜头把它拉过来。海滨大道，它是最繁忙的一条街道。我觉得在海滨啊，最好不要直接弄那种大道啊。交通的话可以引到别的地方去，那么漂亮的地方，把它打造成这样一个大道，真的非常浪费这风景。其实可以把这海边这个一线海景把它打造出来，比如说弄一些比较好的公寓啊、公寓楼等等，对吧？还有很多服务性的餐馆、咖啡店等等，这些都可以啊。
或者是商业一条街，都可以。另外，大家发现了吗？我肉眼可见啊，都没有见到任何的斑马线。也就是说，即使你想来海滩的话，连过街都不行。刚才我大概2个小时前来的时候，车比现在多了，我很久都过不来。你看我对面有个游客，他就过不来。等一下我也过不去，我要仔细，要冒着我的生命危险，我才能过去。连斑马线都没有，你们觉得这些管理者的意识怎么样？当然，垃圾桶也是比较少的啊，反正我见不到。我现在站在马路中间啊，然后呢，我飞快的过去。好，我终于过街了，过路了。太困难了。就从这种小的地方呢，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管理水平怎么样啊。